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相之境，为你搜罗各种宇宙小道消息，别人看不到的，我们偷偷告诉你。世有无相，万象藏形。今天就带你拆开一个藏在各大文明记录中的神秘现象——大洪水事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不管是东方的《山海经》、西方的圣经，还是玛雅、苏美尔，甚至古印度、非洲部落故事里，都有过洪水灭世的记载。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信仰，却都描述着类似的灾变。这是巧合吗？还是一场真正发生过的地球浩劫，被不同文化用不同方式记载下来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隐藏在神话背后的集体记忆。在古东方的记载里，共工愤怒撞击不周山，天柱断裂，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，洪水滔天。圣经旧约里也提到耶和华降下洪水，洗净大地。苏美尔王表里清晰记载着洪水之前的王，而在玛雅文明中更有5次世界沉没的说法。这些故事虽有地域、语言、文化差异，但线索却指向了这么一个相同的现象。曾经，一座连接天地、贯通高维宇宙的能量之梯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梯。传说中，这座天梯原本是星际文明与地球之间的信息通道，高维能量和意识之光通过它流动到地球，维护着行星的平衡与多维链接。可某一天，在一次宇宙能量对撞中，这座天梯断裂了。天梯的断裂不仅切断了天地联系，也随之引发了一场多维灾变，维度不稳定，磁场紊乱，极端气候，冰盖融化，地壳运动，最后才是我们所熟知的大洪水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场灾变并不仅是地质事件，它更像是一场文明意识的对撞。古老神话里说，火神祝融大战水神共工，天柱坍塌，洪水泛滥。这2个名字代表的其实是2种截然不同的宇宙意识体系。火神祝融代表的是火之文明，来自银河系秩序路径的高维文明，他们推崇意识扬升、能量进化、多维觉醒，主张用火焰之光驱散混沌，建立秩序。而水神共工代表的则是水之文明，根源于宇宙更原初、更深沉的意识流。他们相信灵魂只有通过极限密度、情绪与痛苦的深度体验，才能真正完成进化。这2者并不是什么善与恶、正与邪，而是宇宙中2条不同进化路径。火象征秩序，向上意识显化；水象征混沌，向下本质是锤炼。而当时的地球恰好同时承载着这2股能量，平衡失控，天梯断裂，才引发了那场大灾难。那么为什么这场战争不在3维展开？很多人好奇，如果这真是一场星际级别的文明冲突，为什么历史上没记录它打了多少年、多少场战役，而只留下一场地质灾难的传说？因为这场战争根本不在我们熟悉的3维空间发生，它的主战场在高维度，在那个层级，时间并非线性。就好像一束激光射进玻璃，源头只有一束光，但经过折射却能在地面投下七彩斑斓甚至破碎的影子。换个说法，1秒钟的高维对撞可能在3维世界里演化成几百年、几千年的灾难链。比如说，像电脑2个冲突程序同时运行，或许只需1秒钟烧毁芯片，却会导致后续系统宕机、崩溃数年。这场文明之战史诗级对撞之后，天柱坍塌，地球磁场剧烈变动，能量网格紊乱，意识导航失效，直接导致气候失控，水汽急剧上升，冰盖崩解，地壳变动，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大洪水。所以大洪水的起源并不是单一的物理事件，它是高维能量撞击引发地球多维度崩塌的连锁反应。那段时期，整个地球的集体意识场被这场冲突撕裂，彼时人类文明所记录下的正是这场撕裂留下的印记。有的变成了神话，比如说《山海经》里的共工怒触不周山；
有的变成了圣典，如圣经里的诺亚方舟，有的被刻在石板里，比如说苏美尔的楔形文字，有的被巫师部落代代相传。从此，人间与天界彻底分离，天地维度通道关闭，地球多为网格重建，而集体意识记忆也被遮蔽。说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也在想，那传说中在大灾变中沉没的亚特兰蒂斯，又在这场浩劫里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他究竟是天梯断裂的参与者，还是牺牲品？它与祝融、共工的高维意识体系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纠葛？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秘密，咱们会在后续宇宙小道消息里慢慢为你揭晓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别忘了别人看不到的，我们偷偷告诉你。下期再见。